Bismillah w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amma ba'd.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大家好，今天的影片要用中文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入教之后成为穆斯林的伊斯兰常用语。那这个影片的目的是可以跟更多中文母语者入教的兄弟姐妹分享。然后我特别想说是它没有一定对或是错，但是这是根据我和教长学习的一些建议，老师的建议，然后在这边可以给一些新入教的弟兄姐妹来做参考。Inshallah，第一个最重要就是 Allah 这个字，真主，安拉，很像我一开始自己我也会说 Allah， 就是我想要说阿拉伯语，或者是直接用中文音译 Allah， 但是老师他建议我们就是使用比较经常用的经堂语叫安拉，安拉。虽然说阿拉伯语的发音听起来好像是 Allah， 对不对？但是因为老师他说，如果我们念 Allah， 听起来很像上海话的我的意思。看你俩那好，你还能跑出来？不得干呀，不能穿了快洗干死了，我上海朋友蛮也是那个样子，普洱茶阿拉上海那个形象，我们一般说我的、我们会用哪一个词语呢？我阿拉个是忤尼阿拉，我们比较有特色就是阿拉了，是吧？那宁波有一个特产的酒叫阿拉老酒吗？发疯了。阿拉就是一个普通话的讲法了，其实应该阿拉，阿拉，其实跟上海话也差不多。所以就是避免这样子的语言混淆，所以他会建议，如果你要直接用中文打字或是用中文音译来说的话，建议会用安拉，听起来会比较顺畅和柔和一些。So Allah， 安拉，安拉至知，真主至大，所以你可以说真主或是安拉都可以。再来第二个是 Quran， 古兰经。像我自己刚入教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听很多英语使用者，我们看到 Quran 的时候，很自然会念Quran， 然后在中文你会看到有两种音译 ，either 是古兰经或是可兰经，都是非常常见的。那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教长也是建议我尽量使用古兰经，因为当你学习阿拉伯语之后，你听它的发音 Quran， 古它比较接近古兰经，而且古这个字有在中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古有时代久远这个一个字面上的意义，所以他说用古兰经不只是接近阿拉伯语原音 Quran， 它也有中文上面的意思，会比可兰经更好听，所以大家也可以使用古兰经。再来第三个很常会听到的就是我们做赌啊，它就是阿拉伯文的赌啊，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赌啊就是做赌啊，做祈祷是在我们一天5番礼拜的所有任何时刻，当你想要跟 Allah 祈求什么事情，随时你都可以做赌啊，就是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或者是在礼拜之前、礼拜之后，随便任何时候，睡觉前，然后 anytime 你觉得你需要做赌啊的时候，这个动作就是祈祷做赌啊，然后它也是来自阿拉伯语赌啊祈祷。好，然后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说，哦，你们也要祷告，就是其实也没有错，因为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词而已，但是听起来会，我自己个人觉得会有一点像基督徒或者是其他信仰里面的做祷告，但是以穆斯林来说，我们就是做赌啊，做祈祷 ，OK， 这样你要祷告也可以，对，但我们是这样子祷告方式，Inshallah。再来下一个是伊曼，你会看到中文的翻译叫伊玛尼，它的意思就是信仰，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伊曼，提升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个意思，伊曼信仰。上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很基本刚学习伊斯兰会遇到的一些名词的翻译。那一样，它没有什么对或错，但是就是教长他有更好的解释，让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再来跟大家分享2个词，一个是哈萨纳，
你会常常听到这个，就是gain a lot of hasana， 意思就是 good deeds。你做了很多，意思就是 good deeds， 你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你会得到一个 hasana， 你会得到很多 hasana， 因为在审判日，在末日的时候 Allah 会根据你的 good deeds and bad deeds 来取决于你的审判，所以我们就会说，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得到很多的 hasana 就是 good deeds， 好的事情，好的善功，所以中文里面你也可以使用善功，我做这件好事得到善功，可以得到回赐。好，然后再来下一个是 sadaqah 就是慈善行为 charity， 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捐款帮助别人，你做任何的好事都是一种 sadaqah， 它是一种慈善行为，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很多的 sadaqah， 得到很多的 hasana， inshallah。以上的说明都是针对刚入教穆斯林，先对中文解释上面有初步的认识。当你学习了以后，最好就还是使用阿拉伯文原文，因为所有的语言翻译都不能取代阿拉伯文真正的意思哦。再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管你是准备想要入教还是已经入教了，然后网络上有这么多的资源，那应该要从哪边下手呢？很多人可能搜集了很多，但是觉得好像没有一个组织性，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因为很多五功六信礼拜，然后一些什么规范，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参考这本《牧民基础》。这本就是我们台北清真寺教长赵老师赵博士写的书，然后它里面非常浅显易懂，循序渐进的告诉你，就是成为穆斯林之后有哪些基本的从信仰上面五功六信，然后基本的礼节，基本应该要做的行为，还有规范，然后你如何对待你身边的人。基本上你在刚入教的第一年读这一本，你就可以有很完整的基本概念 inshallah。 那这本书在台湾伊斯兰中心的网站上面你也可以找到，那这个网站也是由我们一位非常优秀的弟兄 Abdullah 正平所制作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源，这个对在台湾或是中文母语使用者有非常大的帮助，就算是你已经入教多年或是已经原本就是穆斯林的人，都可以回来找到很多很好的资源分享给很多朋友。那我入教至今已经要迈向第6年了， Alhamdulillah， Allah 的慈悯和恩典，在这路上有遇到一些困难，但也得到非常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感觉我自己觉得有很多 blessing， 就是让我是很顺利的一路进行，真的是非常感恩。那在过去1年中也有接触到很多入教的弟兄姐妹，也会问我说，那哪些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对姐妹来说，她们会在意很多的规范，比如说我一定要戴头巾吗？我的衣着打扮，然后我一定要怎么样，然后我都会跟她们说，我觉得你想太多，你好像是先去想你要做什么规范，而没有回来问自己说这个信仰有没有已经进到你的心里。所以最近我们在清真寺遇到很多准备要入教的，我们都会鼓励他们说信仰优先，因为伊斯兰的核心信仰就是认主独一，念礼斋课朝，念是最重要的，念清真言做证词，就是我们说的 shahada，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这个是核心信仰。如果没有念，你做其他的礼拜斋戒朝觐，或者是做任何的慈善，但没有第一个信仰，这些东西都只是身体力行，对身体好健康，你做一个善事，可是你并不会得到回赐。所以你一定要把念这个信仰放在你的心中， Allah 是唯一的造物主，然后宇宙万物都归他所管，他没有生，他也没有被生。然后有了这个认主独一的信仰，我们只崇拜唯一的 Allah， 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是 Bismillah， 都是以真主之名。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接下来你做其他的信仰功课 inshallah 都会比较顺利。当你已经建立好这个信仰之后，那下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所有功课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礼拜。为什么呢？在后面斋戒天课或者是朝觐
这3个功课，如果你是符合一定条件的，都可以不用做，或者是你可以用其他的来代替。只有礼拜是所有人都一定要实践的信仰功课，最重要的。健康的人，你就是一天的5番主命拜，加上你自己想要多做的圣行拜。你如果生病不舒服，你不能站着礼拜，你就坐着礼拜；坐着不能礼拜，你就躺着礼拜。对于有一些生病的人说，躺着他不能有。他躺着也不能动作的话，他还有意识，他可以用意识，他可以用眼睛来礼拜。所以在我们学习过程中，老师会不断提醒我们，礼拜是所有功课里面最重要而且不能放弃的。再跟大家分享一则圣训，是圣人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说 Baina kufri wa imani tarku salah。 圣人说 Between disbelief and faith is abandoning the salah。 意思就是说，在不信者和信士之间的分水岭就是礼拜，所以礼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说的 abandoning 不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很懒惰，或者是我还不会，不是这种，它是你意识上就是说，我不用礼拜啊，没有礼拜，我故意放弃礼拜。当你故意放弃礼拜，而不是因为有困难的这种放弃礼拜，将会被视为 kufr， 就是将会被视为是不信者。所以为什么礼拜是最重要的？那对于刚入教的礼拜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的难，就是一开始你只要知道礼拜的动作，它的顺序，然后哪些是2次的拜，哪些做2次，哪些做3次，哪些做4次。那你知道，你习惯，你熟悉了那个礼拜之后，你再回来慢慢增加。第一个我们要先念的是古兰经的第1章开端章，接下来你可以背一些很短的章，其实就只有3句话，背很快，你先背那个音译，然后再来慢慢调整你的发音。再来你可以学习一些礼拜中会说的祈祷词，是慢慢 inshallah 你就可以把你的礼拜建立起来。overall 当你开始学习之后，信仰第一，慢慢学习礼拜。而且以我自己的经验，当你开始建立礼拜这个习惯之后，你就会越来越跟 Allah 靠近。当你越来越跟 Allah 靠近，你心里就会有个动力，想要去学习后面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born Muslim 原生家庭就是 Muslim， 还是你是入教的都没有关系。所有的穆斯林，你一生就是要学习，没有人说我已经学习够多，所以我不再学习。不会，就算是学者老师，他们都非常的谦虚，也鼓励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不断的去学习，尤其是我们要学习古兰经，所以你要学习阿拉伯语，你要学习圣训。当然你在有必要时候去学习一些教法知识，对我们都有帮助。因为我们说 Islam 不只是一种信仰，它还是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当你慢慢建立起这个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的生活方式之后，你就会发现伊斯兰真的是让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容易，而不是会让你觉得很困难。Inshallah。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心得。如果我说错的地方，祈求 Allah 原谅，也欢迎你们来指正。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法，都欢迎可以留言，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Inshallah。下次再见咯。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